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买了塔罗牌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影片，翻了很多书，还是听不懂牌在跟你说什么。有的时候甚至会怀疑是不是自己没有天分。其实啊，你缺的不是天分，也不是许多零碎的资讯，而是一套温柔有系统的学习地图。这个就是我为你设计的米娅的22堂塔罗线上占卜课程。这22堂课呢，不只是教你怎么解牌，而是教你如何真正的跟塔罗牌产生连结，听懂它想要告诉你的讯息。更特别的是，我把吸引力法则的概念融入到整套教学之中，帮助你转化内在限制性信念，打开能量流动，吸引你真正渴望的爱情跟财富。这堂课总共有4个章节，22堂精心设计的内容，从基础观念、解牌方法到实战演练，一步一步的带你掌握塔罗，开启你跟宇宙之间的能量通道。第一章，踏上塔罗的魔法旅程，学会挑选自己的牌卡，认识塔罗牌的起源，了解大阿尔科纳还有小阿尔科纳的差别，还有怎么跟你的牌卡建立专属的灵性连接。第二章是解牌的核心技巧，逐章解析每一张牌的意义。重点呢不是死背牌意，而是让你学会运用直觉，每一次抽牌都能够精准的掌握宇宙给你的指引。第三章进入到实战应用的部分，3张牌、5张牌，爱情、事业各种问题，用真实的案例带你实际演练，帮助你清楚的读懂牌意，做出温暖又有力的解读。好，第4章呢，也是整门课的一个亮点哦。塔罗牌结合吸引力法则，帮助你启动丰盛能量。塔罗牌不只是解答问题，而是成为创造人生的强大工具。这是一堂线上预录课程，影片从4月30起陆续上架。购买之后呢，你会有1整年的观看期限。如果你在影片上架期间购买的话，观看期限会从全部影片上架完毕之后才开始计算。想学塔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点选下方链接，一起展开这段魔法旅程吧。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看的主题是你当下的状态，以及未来的3个月到6个月会有什么样子强烈的改变、转变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呢？首先第一组的朋友啊，我感觉到你们当下比较像是一个，你跟你旧有的生命，或者说旧有的状态告别了。不管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就是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新的状态，可能一阵子了，但是你的心还停留在旧的地方，或是说，你的人、你的身体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你的心还没有跟上。你知道你以前建立起来、维持起来的一些习惯，或是一些圈子，或是一些生活的方式，已经没有办法直接的复制、跟延续、跟带到新的环境了。你知道你需要去做一些改变，做一些调整，来适应这个新的环境。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啊，你内心虽然有这个想法，但是如果说你在行动上受挫的话，你可能又会退回到好像一个比较想要保护自己的一个状态。那因为你好像觉得这个新的环境对你来说，你是有一点点格格不入的，或是说当时你不知道这个变动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影响，身心灵的一些影响，甚至有一点点没有考虑那么清楚，或是有一点点无知，有一点点好像太大胆的进入到这个环境，然后你可能也尝试，你心里有想尝试一些努力融合跟适应的方法，但是我觉得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让你去适应这个新的环境、新的状态，其实不是这么的容易，你会有很多的
挑战，需要去克服，或是有很多的这个方式真的不是你习惯的，很多东西是要从头来过，或是你的人生用这个习惯状态、生活模式过那么长一段的时间，现在你要重新去适应，对你来说，我觉得你们有在适应，但是又常常觉得，很怀念过去的某一个时刻的美好。那有些人我觉得你的心比较停留在过去，你其实，嗯、知道要动，但是动不起来。你心里知道应该好，也要去，嗯、去调整自己来适应这个环境，但是又行动上跟不上来。然后很多时候你觉得好像别人去讲说，要啊放宽心，或是要融入啊，他们用嘴巴讲其实都很容易，可是对你来说，因为你们是当下处于那个环境的人，然后每一个人的条件、生活方式、模式，过去到现在所拥有的东西、资源都不一样，对你来说，你就是有很多的不适应的地方。然后，嗯，我觉得你们很多的朋友当下是处于一个好像想要改变的困境，被某一个状态焦灼住、困住了、冰封住了的感觉。嗯，有些朋友你在财务上，你觉得你需要很大的一个翻转，但是好像又不知道怎么去翻转。很多朋友你会回到自己的内在，开始去思考、分析跟判断很多事情，或者说当外在太过纷乱、太过有压力的时候，你就是想要回到内在的这个内心世界躲起来休息一下。你们觉得过去啊，可能你的生命当中做了很多的断舍离，你希望不断的就是调整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状态，可是你不能所有什么东西都丢掉，因为那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然后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是有一种无法求助、无法求援，因为别人好像你跟别人求援，别人会觉得，是不是你自己的能力不好、太弱，或是说别人不能够理解，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然后或者是说，人家会觉得这是你自己当初的一个选择啊，或者是很多朋友就是你们面临的状况是，如果你去讲内心的这个痛苦跟焦灼，别人会觉得你是想太多，或者说你是不懂得感恩，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比你更辛苦的人之类的，或是别人可以，为什么你不行之类的，你会觉得你没有办法去诉说，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你内心有很多的焦虑，然后有很多的想法，因为你知道你可预见的未来，它可能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你知道你不能够停留在这里。好，那接下来我觉得大家会有什么改变呢？我觉得，大家会去相信自己内在魔术师的力量，你愿意给自己一次机会，新的机会，你们不会在一个好像自暴自弃跟放弃的状态停留太久，你们会往前走，你们会前进，你会激发出内在最大的一个潜力。然后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你会投资自己，把很多的资源跟时间跟精力保留给自己，用在自己的身上，这是一个很值得的一件事情哦。因为你们过去的卡关也许是在财务的卡关、职涯的卡关，或是说在一个经营事业的卡关，你就觉得我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冲上去，没有办法达到我想要的状态，或是你觉得很失望，就是这个你努力端出来的成品，好像市场的回报并没有那么的好，或者是说，你觉得我都已经做到这样子了，却还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个财富的状态、工作的状态，那我究竟还能够怎么做呢？你们可能真的是遭遇了一些打击、一些瓶颈，然后除了这个有一点失落的感觉，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的线，好像让你们没有办法轻易的说走就走。可能你有一些责任，你需要去负担一些经济，或是说，你就是一个
在这里念书的学生，你要准备这样子的考试，你不能够说走就走，或者是说，你当下还有经济的需求，你必须停留在这里。然后宇宙想要告诉你说，某一种公平的时刻它会到来。这组的朋友啊，我觉得如果你们在过去，这组的朋友很多朋友，你们在过去应该是属于那一种有过你们有过善心帮助过别人，可能捐款给慈善机构啊，或是领养小孩，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或者有些朋友你本身就是投注在这个关心弱势的议题的这种工作上，或是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没有刻意的去做，可是你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微小行为，就是尽量不会去造成别人的麻烦，这个就是一个善心。比如说你不会刻意的去堵住人家的路口，或是说其实你是在这种交通上啊，是不会骑车、开车，或是你在搭大众运输的时候，你不会刻意的去为了自己的方便而牺牲了别人的安全，或者说牺牲了别人的便利，或是其实是一个比较有公德心的人会主动的去清洁，比如说你使用过的这个桌子，你不会就是好像没有人看到，我就是乱做一通，或是说啊，反正这个东西又不是我家，我就随便丢啊。我觉得很多的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不是这一种人，所以你们的善心最后都会有美好的一个回报。宇宙会给你一个回馈跟报酬，宇宙会给你一个回应，对于你之前曾经做的一些善事、一些善行，或是你给别人的一些鼓励，你在让别人难过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义不容辞的跳出来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你生命中很大的一个能量的保护伞，要来保护你。好。接下来我觉得你们的转变是身心灵的紧绷的状况会得到一个放松，你会在生命中看到一个很好的破口，一个突破口，一个契机哦，你们会迎来胜利的时刻。好，在这个胜利的时刻，它很可能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他会赢得这个胜利的时刻，它可能伴随着一个很大的改变，可是这个改变是你们可以去应付的。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们本身的实力，或者说你在这个影视的思考的过程中，你去想出一些事情，所以在这个大环境的一个变动中，其他人也许会是成为牺牲者，或是没有办法跟上就被淘汰。可是这个变动，我觉得对你们来说反而是好事。你们有一种反脆弱性，你们可以在一个好像大家都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去抓住一个机会，或是在一个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应付的状态下，你们去凸显你们跟别人的不同，你们可以获得最后的一个胜利跟成功，会有很多人为你们喝彩，而且我觉得大家会有那种冲锋陷阵、继续往前走的能量。然后，过去困住你的事情啊，大家会想通，会有一种，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就是你们现在这个焦灼的状态，真的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有的时候它有一种先苦后甘的能量，前期是很痛苦的，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最终会迎来阳光哦。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是往内去探索的，每一个人往内探索的路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走的路径都是很大的不同的，已经自己跟自己内心对话的一个部分。可是呢，在这个对话的这一段时间呢，很重要，因为你们会跟你的高我、跟你的古老的智慧的能量做连结。好，这个连结会打醒你，会让你开悟，让你对很多事情明白应该怎么做。当你明白应该怎么做，就是走到对的道路上，比你在不对的方向跟道路上努力是更加的重要。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们有了适合的工具，以及选了这个对的道路去走。同样的可以达到你们最终的人生的目标跟目的，你们选了一条好正确的道路去达到那个地方哦。你们是非常有感染力的
一群人哦。好，那这边还有2张哦，提醒大家的卡牌 ：Sacred waters, drunken by the swell of the sea, I can feel the blanket of her embrace. I'm afraid of the present release of the cross. I call her in, I call her deep within. 好，我觉得你们其实是被这个神圣的能量包围，甚至在当中沉醉的。你可以好跟宇宙的就是源头做连结，曾经绑在你身上的这些枷锁都会断掉，锁链都会断掉，不管是无形的或是有形的一些来自人际的、经济的，或者说心理压力的这些枷锁都会断掉。你可以，我觉得被宇宙的爱温柔的包围跟包裹。你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在问说，这样子的公平正义什么时候会到来，或是说，你内心的这些苦楚，其实是等待被安慰跟安放的。我觉得未来3到6个月，宇宙要让你感受到世界的一个温柔，要让你重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爱，以各种形式把你包围起来、包裹起来。好 ，Fire Festival。Through the flame and through the sun, there will rise a new dawn. 我觉得你们会是人群当中很独特的能量，然后跳着这个火的这个庆祝节庆的庆典，透过歌唱或者说透过这些仪式、这些庆典，会有新的黎明、新的希望、新的破晓、新的开始哦。很可能你们实际会进入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仪式，或者是形式，或是某一个团体中，在庆祝你的重生，或是说，我觉得你们在跟宇宙能量做连接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内心很有力量，很有想法，你们会成为能量圈中的一个焦点，把你的感染力渲染出去。那这组的朋友啊，我觉得接下来你会找到一个平衡生活的方式，然后会去体验这个人生，会去享受这个人生。我觉得你内心很多迷茫，或者是说解不开的议题，慢慢会解开，慢慢会松动。好，那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哦。那提醒大家，Mia 的塔罗课程现在正在上线中，欢迎一起加入，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伙伴哦。好，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Hello， 选到第2组的朋友们，大家好。Hello， 选到第2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是你们当下的状态，以及你们会有什么样子强烈的改变、转变，在未来的3到6个月。好，首先呢，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当下的状态是一个还不错的阶段，正在往上升，正在达到一个顶点跟高峰哦。你们之前呢，可能曾经经历了一些困境，或是比较让你伤心难过的事情，焦灼的状态。可是我觉得现在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你对于很多事情都重新找回了力量，有了新的点子、新的规划，以及很多朋友你可能正在规划要前往新的地方、新的方向、新的城市、新的跑道，或者说工作内容有一些调整，这个是你喜欢的。那有些朋友你投入了一个长时间的学习，或者说研习，或者说你就是花了一段时间来充实自己，这个是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哦，因为你是喜欢的，你是开心的，然后去装备自己，补充自己的知识能力，跟也许是学某一种语言。我觉得你在这个学习跟体验的过程中，其实是很开心的，或者说在装备自己、充实自己的过程中，其实是很开心的，感受到学习的喜悦。你们从以前一个某一个刀光剑影，或者说一个比较不是那么舒服的环境中离开，我觉得到了一个比较让你能够安心的状态。你过去啊，可能有段时间是需要跟人家斗争跟竞争，那可能你们赢得了这个
胜利，或者说你已经摆脱了那些烦人的东西哦，你就是可以掌握住自己的生活跟节奏，以及规划自己接下来未来的一些方向。然后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其实我觉得你们内心有些东西它需要被焚烧，需要被燃烧。这个可能是累积的很多的愤怒，跟你觉得对某一些人的一个怨念跟愤恨，对人的，或者是说对于发生在你身上一些事情你是有一些不满，有一些生气，有些愤怒，它好像正在或者说需要被焚烧，它需要用更大的烈火去烧掉你内心中的这个烈火。这个意象有点像是你不能够用一个很和平的方式去抒发它，或者说不能说好我就是抄写一些经文，或者说我就去静坐跟打坐。我觉得可能你们试过，可是没有用。我觉得它需要一个更大的火去把旧有的这个愤怒的火给熄灭，新的火点燃，然后去把旧的这个火熄灭。新的火有点像是对你生活未来的一个规划跟动力，跟你自己有兴趣的事情，这个火苗点燃，然后去把原先那个旧的你内心的心头的愤怒，很多事情的累积没有释放出来的东西，全部都刺激出来跟释放出来，或者说经过某一个深层次的净化之后，然后让它通通都排毒啦。为什么要做这个排毒？因为你们接下来要去一个更高更远的地方，要去到一个无限好，可能你过去就是曾经在一个比较糟糕的这种工作的环境，职场的一个状态，然后好，你凭着自己的力量转换了出来了，但其实你内心对于那些人还是有些生气，或是说你曾经在一个圈子中被朋友背叛，或是说被你觉得曾经是闺蜜，或是说曾经相信的一个体系的人，或者说圈子的人，你没有想到他们可能做了一些天理不容的事情，让你有很深的伤痕累积在心里。你现在已经脱离了新的朋友那个朋友圈，然后说你现在已经各种状态都在上升期，恢复的还不错。我觉得生活各种新的开始，可是你还是会想到他们，你没有办法完全的放下。新的这把火要把旧的这个愤怒跟不公平烧毁。那因为你们要去到更好的地方的话，你不要再把他们的这种旧的能量带着走。然后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身上有一些被这种线捆绑的感觉，有些东西它其实在无形中束缚着你往前走的脚步。你们就是要去更高更远的地方，要去到一个无限的可能，不管是在职涯的阶梯、金钱的阶梯，都会不断的去打破自己的天花板，达到一个你之前没有想过的一个方向跟位置。那有一些我觉得像是情感跟人际的东西在困住你，你其实可以去飞得更高，跳得更远，可是你可能又舍不得一些人。你离开之后，你去一个更好的地方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些人没有办法跟我一起走，或者是说他们要被留下了，或者说你明明知道这个方向是对的，想要拉他们离开，可是他们却还是停留在原地，或者是说你会觉得要跟某一些人告别，有一些不舍。我觉得好像有一些心理的牵绊，有些情感上的牵绊还是在牵绊着你。好，那这组的朋友我觉得接下来3到6个月你们会有那种很多的机会，然后也会需要可能有各方面的事情需要去处理，可是我觉得你们是可以应对的很好，处理的很好，而且这种感觉并不是忙碌跟很累，而是很充实，因为你会非常的有成就，你可以把很多事情都处理好，即使是在一个需要同时面对很多的东西，就是有很多的任务，你们还是可以把这些都掌握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担心第二组的朋友就是在上升期，在高峰期，有些人我觉得你们会有好像
会有一个时刻会让你回到内心去看见你内在的这种愤怒跟恐惧，或是会有一个时刻会让你比较进入修身养息的这种能量状态，但是也不要就是停留在修身养息的这个能量状态太久，因为太久的话可能会太习惯这个状态，因此会跟外界的人有一些隔阂。就是当你再出来的时候，会觉得你已经很习惯你自己形成的这个状态，以至于别人的这种形式跟作风，你就没有办法去接受。我觉得你们很棒的是，你们即使在很多的诱惑的情况下，你还可以去坚守你自己内心的一个标准，以及你自己内心想要做的事情。其实有很多的魔鬼神蛇啊，有很多奇怪杂七杂八的讯息啊，也许他想要把你抓住，可是你们还是逃脱了，就是离开了。而且是用一个很优美、很优雅的状态，不是跟他斗争的状态，而是他们根本就抓不住你，你就离开那个不好的，或者说那个旧有的一个环境。然后这组朋友反而会觉得你们会有到一个很高处之后啊，很多朋友你们可能会有那种所谓的有点类似优越感，但并不是负面的，因为你知道你很棒，你的能量是很好的，你反而会小心的去选择跟你交往的、跟来往的人哦。所以这个就是我说有些朋友你可能会因此有高处不胜寒，然后跟这个世界稍微有一点隔阂的能量。但是这边也提醒你们要入世，就是这个入世是有时候你也可以就是仙女下凡去看一看这个世界他们在发生什么事情，运作什么事情，因为你多多去跟人家连接，就会发现其实也有很多地方是值得你去走动，值得你去连接，或是有很多地方是很可爱的，你需要去放松一下，甚至有些时候让自己在你可以去承受的范围内，这种小幅度的试错或是失败，我觉得对你来说其实是好的，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让你更加的接地气，就是你也经历过这些失败，所以你日后在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会也拿出这段经历，让别人可以更加的有共鸣。然后有时候我觉得你经历过的事情会让你更加的成长，你并不会把过去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用来绊住你，不是这种绊脚石，而是我觉得你们有一种自嘲的能量，就是我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可是当你再回想起来，已经是一种云淡风轻，然后有一点是可以开自己玩笑的能量哦。好，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前方非常的不错，各方面都已经准备好，你们会有一个新的突破，因为你们本身就是想要前进的，你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你是有野心的，所以你也会让自己前进。你们在这个休息的状态中，我觉得不会停留的太久。好，你们还是会想要不断的去突破自己，去尝试很多的东西。那我觉得你们在往前走的过程，你就会发现其实路途中它是有一些讯号，它是有一些预兆，你突破这个挑战之后，你就会要晋升到更高的阶段，你们就会升华，然后很多事情你会看得比较大，就是其他人在说什么，或是有些朋友如果需要断的就是断了，你可能会觉得以前你们曾经很好，但是在跟他联系的时候，有时候感觉就不对了，或是说你觉得对方现在的这种负能量其实蛮深的，就是你们两个已经不在同一个频率上了，那其实你就是维系基本的礼貌就好。你在往上升不断的飞跃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些能量是需要去断舍离，你不要去理会那一些人，就做好你自己就好。
你到新的地方、新的层次、新的阶层，自然会有新的交友圈，然后也会有，我觉得新的人，还有新的爱的力量进来哦。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还有那种领导的能力哦，就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说的话，或者说你经历的事情，其实会给其他人带来很多的启发哦。特别是你们曾经是如何度过低潮、解决问题，在某一场斗争中获得胜利，在某一场竞争中去取得某一个名额，或者是说很激烈的考试啊，被什么样子的这种学程录取啊，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呢，你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会是别人很好的启发，你们又有这种领导者跟教导者的能量，所以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啊，注定是要不凡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的神谕卡有什么样子讯息哦。Paxers break free, dear one, spread wide and far for. You aren't contentable, you are limitless. 好，这一组的朋友啊，宇宙想告诉你说，摆脱束缚哦，因为啊，你将要飞得又广又远，所以请你们尽情的去扩展，飞高飞远。然后你的未来是无限的，你没有办法被限制。刚刚就说过嘛，你们也有金币3的能量，不断的突破极限，不断的去看这个世界终究会到什么样的地方呢？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被预测，就是看你自己想要到什么样子的地方，端看你自己。好，第二张牌哦 ，Sacrifice. You must find the ebb and flow of life within your very self. Embracing it all is embracing truth. 好，你必须找到你生命中的潮起潮落，在你的本身当中哦，接纳这一切就是接纳真理哦。随着生命的起伏流动，去发现真理。这张牌呢，你们其实是你们的脚其实是扎根在这个地球上的，也就是说，这组朋友，我觉得你们并不会很飘哦，因为很多人，当你得到了，当你拥有大智慧，可能会就是脱离这个城市。但我觉得这一组朋友，当你们拥有这些大智慧，当你们突破自己的极限之后啊，你的这个脉搏，你的这个血液还是跟地球、跟这个宇宙紧紧相连的。你们有根，所以我觉得你们并不会很飘，或者是说不知道自己将要，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不知道自己一直突破极限的目的跟意义在哪里。你们也有很入世的能量，你们会帮助很多人，然后我觉得你们会改变某一个体系组织，或是你们会去影响很多的人。我觉得这组的能量非常好，你不仅帮助自己实现梦想，你也会帮助其他人实现梦想哦。我觉得宇宙有更高的目标在召唤你，你们做的事情是很特别的，注定就是要成就很多的不凡。可是你们这么的特别，又不会说离群所居，把你得到的一切宝贵的智慧都锁起来，不跟人家分享，你们反而是非常接地气的。我觉得这个接地气也让你的心得到安放。你们跟宇宙最深的、最古老的智慧的源头是联系在一起的，你可以直接的去获取宇宙的能量跟宇宙的爱。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的朋友，恭喜选到第二组的牌，非常好的一组牌哦。那另外也提醒大家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目前正在上线中，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想要成为灵性伙伴一起学习的朋友，可以赶快加入哦。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Hello，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当下的状态，以及未来3到6个月会有什么样子强烈的转变、改变发生在你们身上哦。那首先是对应一下大家当下的状态哦。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啊，你们是那一种，你觉得自己有多少，你就用这些资源去过出你最好的人生的一组朋友。就是说，你们不但会跟别人比较，然后你就觉得说我有我这样子的资产，我就
过我这样子的生活，我的薪水是多少我就过我这样子的生活，我也不会去羡慕别人、嫉妒别人，或者说，我其实比较容易懂得知足，感恩在当下这个生活状态。然后第三组的朋友，你会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喜好，然后他可能喜欢追求某一种生活模式，但我可能喜欢另外一种，或是选择的对象也是高矮胖瘦各不同嘛，你就觉得说别人怎么样，其实也不关你的事情，反正你就自己开心的活就好啦。你拥有自己的这个想法，你也不用去顺应别人，也不会想要跟别人吵架，你就是过好你的日子啊，有开心的事情，你就很开心的跟你身边的人分享。那如果有难过不顺遂的时候啊，你们也会把眼泪流出来，也会大哭，也会低潮。我觉得你们不大会去想很多太复杂、太心机的事情啊。也许你认为人生简简单单就好，不要那么多的心机，平安就是福啊。有时候平凡也是福。你觉得对于你的人生啊，你不是需要去好像演戏演给别人看，而是你想要真真切切的去做自己哦，并不是想要活在某一个假象中，外人有很多的称赞，但你其实不快乐。而你们更想要走的是自己的道路，不管这条道路是符合主流社会的道路，还是不符合主流社会的道路，你自己内心有一个计分板，你自己的内在计分板，你自己会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负责，你不需要其他人来对你评价。我觉得是这组朋友的能量。然后呢，我觉得你们这里还有一点，这边有快乐王子哦，嗯。我觉得你们有些人啊，看到某一些情景的时候，会特别容易触动，就是容易菩萨心肠啦。就像快乐王子一样，他看到人间有很多的疾苦，然后他就请求小燕子当他的使者，把他的身上的金箔一片一片的扒下来，还有他的这个美丽的宝石的眼睛啊，分送给贫穷的贫苦的人们。你们有些人真的是菩萨心肠。愿意去怜爱这个世间，把一些自己很珍贵的时间、精神或是心力分享出去，陪别人说说话，或是别人有难的时候愿意去帮忙、去安慰等等的。但是呢，有些朋友啊，你们也体会过，像快乐王子的结局一样哦，当你们好像当别人接收到你们的礼物的时候很开心，可是当你自己没有东西再给出去的时候，就是当这个快乐王子啊，他已经身上没有任何的装饰的时候，别人就把它像废弃物一样运走了。没有人想过他曾经的付出，曾经的是拥有一身这种华丽的、闪耀的金箔，但他都分送出去，人走茶凉。有些时候你可能会感受到这件事情哦，你在某一个位置上的时候，很多人跟你很热络，很多人想要靠近你，或者说很多人对你有兴趣。可是当你失去这一切的时候，甚至当你把你一些东西分享出去，别人拿走的时候，他们呃等于说他们的状态转变的时候，他不会回过头来感激你或感谢你。但是我觉得你们也其实你们在付出的时候也知道，可能你也知道说这笔钱给出去，也许就拿不回来，或者说你也不期待对方会有所回报。虽然呢，还是会有一点哀伤，可是我觉得其实你们也很明白人间的运作，有时候是有一点点这种悲情，但是这当中如果有收获一两个，懂得感恩的人，或是懂得感谢的人，你们就会觉得这是值得的。好，那另外啊，这一组的朋友来看一下，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转变呢？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现在可能在做一个决定，然后这个决定还不知道未来会如何。那我觉得这个未来会怎么样？大概3到6个月内，它会显现出来。这个成果、这个结果，或是说你选择这条路，到底是不是对的，或者说到底有没有办法进入到你想要的一个学校、一个状态之类的，它会显现出来，或是说某一种爱情的状态，它会更加的明朗。好，啊、
宇宙想要告诉第三组的朋友啊，不要担心金钱的问题，不要担心财富的问题哦，财富自然而然会来，财富终究会来，你们会富有的。好，持续的累积，你们会富有的。不要用现在的眼光，现在的这种好像状态去限制之后的你们，你们会很有钱，然后你们要战胜内心的一些恐惧，你们心的容量要够大，才能够去装宇宙要给你的钱。你们是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的，不要觉得自己不配的，或是不要，嗯，常常停下脚步来去怀疑自己。你们会来，我觉得3到6个月会找到一个人生中的主导跟方向，就是你在这个领域是可以变形的很好，做得很好，也可以得到很大的一个回馈哦。那在这之前，你们需要去控制你的思维跟你的思想。好，不要一直把负面的、恐惧的这种声音啊带到心里，让自己更加的害怕。花一些时间，跟你重要的人相处，你们的能量慢慢的调整哦。我觉得当你调整好的时候啊，你就不会再这么的紧张，你会很多事情会看得很明白，看得很清晰。你过去呢，常常啊，也许在这种团体，或者说在这种竞争的活动中，其实你们是很好、很有实力的，但是好像是被别人给拖累，或者说你其实人生有那种想要往上爬、想要奋斗，但是又被有些人可能是身边的人或是一些情绪的状态所拖累住，动弹不得，或是说有一些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状态，或是你需要帮别人收烂摊子等等的。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你没有实力，而是当下的一些状态让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发挥你的实力，甚至有一些看似目前比你胜出的人、比你厉害的人，他其实并不真的有实力，我觉得反而更多的是幸运，或是某一种幸存者偏差。假设他的实力是1分，但他可能得到了10分的运气，加起来有11分。那你们有10分的实力，但是可能你运气是负5分，然后也许呈现出来的结果是他是11分，你是5分，但其实你的实力是比他强的，但是前面呢，可能有一点点时运不济，有一点点大器晚成的能量。好，但是呢，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啊，你们接下来的眼神跟光芒都会越来越洗练，就是没有人再敢欺负你，或是说没有人敢去动你。你们的气场完全不一样，你们很多事情想通了，通透了，或者是说更加的干练，你愿意去展现自己，你不会唯唯诺诺，不会害怕，不会低声下去，你敢去争取，敢去抗争，然后你会让别人知道你不是好像可以轻易的被贬低，或者说轻易的被欺负的，并不是别人可以好像用一些手段去欺骗你的。我觉得你们的这个眼神跟气场会完全的不一样。那你们会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前面呢，我觉得你们可能花了很多的心力跟心血，也许是成全别人，或是因为心软，把自己的能量分送出去。我觉得接下来你会把很多东西都集中跟收回，你要去成就自己。好，刚刚说过，你们的财富不用担心，未来你会很有钱，然后财富的能量也是。我觉得当你们想清楚
怎么做之后，你会用你以前没有想过的方式去累积财富，这中间会有贵人来帮你。这个贵人啊，我觉得他跟你们有点像，就是他某方面是悲天悯人的，然后他也是在他的生命中，因为别人的体系跟帮助，他得达到财富自由的状态。这个财富自由不是只有他这一代，是他的下面可能好几代。因此，我觉得他是无私的去分享这个资讯，分送出去。所以呢，这个状态比较像是，呃，他没有跟你们收钱，或是说他是一个免费的无偿的分享。呃，你们接下来啊会去领悟到一些事情跟事实。当你领悟了之后，你会很惊讶，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我觉得你们的天赋就是你能够去掌握一些抽象的东西，并且深刻的理解它。啊、这个思考的过程是很重要的，你需要静下心来去思考。然后对你们来说啊，时间比金钱更加的可贵。你们可以运用金钱去，让别人去完成一些你不想要完成的事情，就是外包啦。就是说，你很不喜欢做某件事情，可是因为你很有钱，就可以用钱去买别人的时间，让别人替你完成，就会专注在你们天赋的这件事情上，你就会很有钱。再加上前面的这个，你们有贵人，这个贵人会来帮助你，不管是你找到他，或者是说他找到你，他会启发你财富上面的一个新的思想跟新的思维。好，然后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这一生呢，来到这个地球啊，我觉得都有属于你们的天命，都有属于你们就是的道路要去走，就是有你们的一个需要去解决的一件事情，或是需要去完成的一个课题啦。在达成财富自由的这条道路上，你的心中会有一个声音不断的提醒你跟指引你。去完成你的课题，去完成你的这个天命。不管这个天命是什么，我觉得你们会觉醒。Inside myself, I've saw beauty with worth. We speak of my immortality in the expansive internal sound, softly belonging in spirit. 好，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内在啊的伤口都会开出很美丽的花朵，你们的能量是永恒的。觉得你们在这个世间的精神能量会持续的传达跟传递下去哦。在你的内心深处啊，你的伤口它会缝合，会长出很美丽的花，它很像是在诉说着你其实就是在这广阔的宇宙中是一朵，是一颗怎么说？很美丽的灵魂，永恒不灭的灵魂，它很像是一首很轻柔，然后一直在回响的这种永恒的歌曲哦。我觉得这段讯息啊，其实想再告诉大家，你曾经走过的每一段伤痕，它不单单只是痛苦的印记，它很像是你灵魂的刺绣师。每一次的破碎，每一次的眼泪，都会缝合出你身上独一无二的纹路。那这一些伤口，它并不被逃避，也不是被遗忘，而是我觉得你们会接受曾经你受的伤，并且转化成一个很温柔又很有力量的礼物。你们一定会达成精神跟财富的这种，我觉得永恒可以传递的一个状态。你可能不会立即达到这个状况，可是，如果你们有觉察，或者说如果你们看得够远的话，其实你会明白这个是迟早会形成的一个状态。你们的精神能量是一首永远不会被停止传唱的歌曲。你不只是一个很单纯的经历伤痛的人，而是你可以将这些伤痛化为星光。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也许这个就是你们的天命跟天赋所在。这个是一个很高阶的、很高段的灵魂的课题，不见得所有的人都会去经历。
我觉得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当你回过头来去看今天的自己，你会很惊讶，过去的那些伤痕变成你现在最美丽的一个装饰。所以呢，你可以拥抱当下每一个感受，不管这个感受是痛苦的、甜美的还是苦涩的，因为我觉得它都在编织成一个很美丽的梦，编织成一个很美丽的永恒的一个歌曲。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Madden。Demand what is yours and take back what was taken. Reclaim until you have gathered all of you. 那这个少女的形象啊，象征着纯洁跟出生的力量，也就是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灵魂当中啊，未被世俗所污染的那个真我。宇宙在告诉你说，是时候站起来，伸手去拿回原本就属于你的力量，属于你的价值跟尊严哦。你们过去可能曾经把自己的某个部分交给别人，可能是你的梦想，或是你的自信，也可能是在关系中的自我界限。有些呢是被其他人恶意夺走的、拿走的，有些则是在爱跟恐惧中慢慢流失的。但是塔罗的讯息，神谕卡的讯息告诉你，你们接下来会经历一段灵魂被寻回、被找回的旅程。从迷雾的过程中到圆满，这个拿回来不一定是要跟某个人对抗，而是你从内心决定收回，你决定把这个力量拿回来。你会告诉你自己说，这个是我的，你不要再把你自己去交给别人定义。所以我觉得你们踏上某一个收复你灵魂领土的一个道路。好，这个旅程你可能会觉得很像是在拼凑一幅破碎的马赛克，每一个碎片都藏着你的一段故事，但最终所有的碎片都会重新的找回来，把它拼起来，重新的拥抱。你会看见那一个完整又闪耀的自己。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不要害怕索取真正属于你的，你不需要去讨好，也不需要去怀疑，因为那个就是你的。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三组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那另外提醒大家，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目前正在上线中，欢迎一起加入，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下次影片见，拜拜。